就地野蛮。子远，你就这么不愿意醒来？最近，我总是想起10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你的样子。记得那天下着大雪，整个皇宫都被冰雪覆盖。我从御书房出来，你裹着一身火红小裘，把安宁护在你的身后。你呀你，一个7、8岁的小丫头，敢在天家的皇宫里面训斥后妃无德，怕是整个大晋也找不出第2个贵女能似你这般性子。我那时就在想，皇爷爷给我找了个好媳妇儿回来。可是后来发生了太多事。子远，我这辈子最感谢的，就是皇爷爷的那道赐婚圣旨。你是我韩爷昭告天下、世人皆知的太子妃。这一世，我没什么可遗憾的，因为在这世上，我只求你一个嫡子远。骆明熙，你我虽然性格不同，但是这些年来，我深知你比我韩爷胸中更有丘壑。殿下，这个时候就不用夸奖我了。你为了帝家，为子元，可以臣服朝堂10年之久，步步为营，胜算在心，你怎会轻易中计？冷北此计，算的是人心。我没有不忠的可能。你轻信的不是冷北，你轻信的是安宁。冷北算准了安宁和你都不会用子元的性命来赌，即便有被骗的可能，也会拼尽一切去维护。子元于北清埋伏，如接此信，骆明熙，我恳请你先行驰援子元。青南城尚有一战之力。骆明熙，你怎能半个字都不透露？你当真要逼我亲手杀了你吗？我这条苟延残喘的命，死不足惜。为安宁报仇，
平息众怒，请殿下赐我一死。洛明熙，这次我也保不了你了。你要保的是大境尊严、边疆安危，还有紫苑今后的一切。远晴，小姐，小姐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，小姐，太好了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昏睡了3天了，辛苦你们了。小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小姐，你可算是醒了，你要是再不醒，太子殿下恐怕都要随你而去了。太子殿下日夜不睡、一呆不解地守护着小姐你，我和院叔都只能在一旁打打下手。是啊，这几天太子殿下一直都在这里，从来没有离开过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。他人在哪？他……骆明熙，你擅自修改军令，私调援军，导致安宁战死，青南城沦陷。面对3军将士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臣无话可说。子苑，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？我说过我可以保你不死的。在这种地方，我不允许。陆明熙，陆明熙，带着你下去，走下去。不能死，不能死，陆明熙，陆明熙，不要死！你怎么能因为这种原因死在这种地方啊？明熙哥哥，你不能死！明熙哥哥。陆明熙，阿姨，我已经夺回青南城，整个青南，难道还换不回一个骆明熙吗？国有国法，
均有军规。骆明熙公然扰乱军纪，其罪当诛。子渊，对不起。阿爷，你是不假死的阴兵储君，这是幸事，只是我无福消受。你不能带走他。他已经死了，君心已稳，你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。子渊，你不要意气用事了。今天谁也不能拦我。狄子渊，你当真要乱了骆明熙以死换来的军心吗？怎么可能乱呢？他死了。带走尸首，就地掩埋。小姐，你这么跪下去，身子如何经得住？我和袁叔知道你难过，骆大人去了，我们心里也难过。小姐，若是骆大人他在天有灵，一定不愿意看见您现在这副样子。骆明熙追我，10多年来如兄如父，与世饮用。正是因为他，才有了如今的狄子渊。可是我却……寒夜，他生于皇室，怎么能懂相依为命的羁绊有多深？袁叔，带小姐回去。殿下，您一日没进食，这样下去身体怎么吃得消呢？您好歹喝口汤吧。我知道了。你要想处置我，也得先吃了这口饭再说。殿下，我知道你心里很不好受，可事已至此，你也不能这么对待你。我说，今日之事，你怎么看？带着地下去，走下去。小姐，我们该歇息了。我要集结地家军，
安宁将军为国战死，令人敬佩。殿下处死骆大人，手段虽然有些冷硬，可义军士气最为要紧。但只不过此举，确实是伤了安乐姐的心。战况如此，此时若是军心不稳，让北秦钻了空子，我身为大晋主君，无颜面对大晋百姓。文硕，战争是残酷的，我是主帅，咱们和北秦还有硬仗要打，万千将士也都看着我，我不能有一丝犹疑。温硕，明白了。温硕告退。如此行进，想必不久便可拿下周边的几座城池。届时一定要将大队人马全部拖在城外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子渊，你要做什么？如此大的行动，需要好好筹划一番，切不可贸然出兵。多谢太子殿下提醒，我已谋划得很清楚，不必太子殿下费心。属下还有军务在身，先行告退。子渊，昨日之事，臣明白。如今大敌当前，军心不稳，自然是稳定军心最为重要。所以臣谋划着该如何与北秦军继续作战。如此，我已经集结了所有帝家军，做好了部署。帝家军？你说的是从靖南带来的安乐战水匪？他们并非正规军，只堪用作骑兵，万不可当主力来作战。不是他们，是真正的帝家军。我要反攻北秦，杀了冷北，给安宁报仇。子渊，行军打仗不是逞一时之勇。殿下，我将手下的所有将士都视为自己手足，绝不会打无准备之仗。如今西北局势不顺，将士士气低落，殿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先锋，突破眼前的格局。你说的没错，可这先锋为何非你不可？我曾率数百靖南军收复青南城，我在军中已经有足够的威望。趁着攻下青南城，一鼓作气，拿回其他几个城池，定会打北秦一个措手不及。那我也带兵同去攻城。不必了。太子殿下深系三军之威，自然还是留在青南城比较好。西北乃帝家军埋骨之地，有众多散落旧部。我作为帝家后人，振臂一呼，必然会天下群起响应。这一仗，有臣足矣。各位帝家军的将士们，这片疆土是由我们的先辈和同袍拼死守护下来的。如今，他们正在西北的上空看着我们，战役才刚刚开始。让我们一起夺回被北秦侵占的大晋城池，还大晋子民一个安平盛世，也好真正能告慰这些将士在天之灵，夺回城池。跟随将军，夺回城池！跟随将军，
保卫城池，跟随将军，保卫城池，跟随将军，保卫城池。话说帝子元带领靖南数百兵马，一路杀到北秦王子冷北的军帐前，助大靖夺回了青南城，又在短时间内重击帝家军。帝家军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崛起，一路所向披靡，将大靖所失城池尽数收回。至此，雄踞西北的北秦军是节节败退，以致全军崩溃。帝子元与北秦是闻风丧胆的敌帅，于我大靖而言，却是誓死为国的军神。陛下，西北城池尽数收回，大靖的边防忧患已除，北秦军已成强弩之末，退兵是迟早的了。可朕听闻，百姓都在说，是帝家军守护住了大靖疆土，边境有帝家军在，大靖才能稳若磐石。是陛下的庇佑啊！太子殿下征战边境，大靖才能固若金汤啊！帝家军10年前遭受重创，如今帝子元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重建，实力可不逊当初啊！好一个帝子元呐，这是想将大靖翻个第二朝天呐！朕绝不会让大靖长太子身处险境。那陛下的意思是？现在的战事已经接近尾声，被帝子元掌控的城池是该回到太子手中了。赵福，召集梅花内卫，即日起赶赴青南城。帝子元绝对不能活着离开西北。陛下，他如今已经是深得民心呐。如果是死于皇家内卫的手中，这……帝子元死于北秦刀剑之下，届时就以忠烈之名厚葬了吧。安宁，哥哥来看你了。乐明熙，多谢你把安宁带回来。还多亏你，让我以假死平息了众怒，这才得以偷生。更何况，我本就欠安宁的，我做的这些根本就不足以偿还我对他的亏欠。
姐姐，你这么漂亮，是不会伤害我的，对吧？默笙，我找你很久了。洛明熙，你竟然还活着！你要的安宁的尸体我已经带来了，快把双儿还我！双儿，双儿，双儿，你没受伤吧？哥，回来就好。将军，我带你回去。是安宁要决一赴死的。他得到北秦伏击子元的线报，便传书要你调兵援救子元。他明知道这军令一旦发出，就再无退路，却还是为了保全子元和靖南军兵力，舍弃了自己的性命。陆明熙，你本就是依令行事，从未触犯军规，又何来偷生之说？待回到军县城，你便传我手谕，向军中说明一切。既然殿下那日便猜到了此前情由，想必也能明白我为何不肯将真相和盘托出。也是因为安宁为稳定军心，到死都隐瞒了此事。他既能舍生取义，你便会以沉默保全他免遭非议。此事其一，所以殿下若想还我清白，还是等战事平息之后再说吧。其二，你本就想要我处死你。罗明熙，但你想以自己的死激发子元斗志，重振帝家军，此举我深觉欠妥。我确实有私心，可是寒夜，子元他一腔热血为大靖，为苍生，我求你保他一命。何出此言？我收到消息，陛下已经派出梅花内卫来刺杀他。我也收到密报，北京将发起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攻，目标正是紫元。紫元为了大靖，一路拼死奋战，竟还是磨灭不了陛下对他的猜疑。其实陛下这么做，都是为了你。你身为一国储君，是陛下费尽心血一手栽培出来的继承者。可如今子元的声望已经能够和你比肩，所以陛下自然不会放过他。为人臣子，最忌功高震主。只要子元手握帝家军一日，陛下便容不下他一日。但子元跟我说过，他说他相信你寒夜作为继承者，定会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。不过你也不用太过担心，我此次回来就是为了协助子元。罗明熙，梅花内卫是世间少有的高手，纵使你知道他们要来刺杀子元，可你有办法阻拦吗？让子元去郡县城，我留在庆南城。但对外，你要帮我放出消息，让陛下和北秦都以为去到郡县城的人是我。那你岂非腹背受敌？这太冒险了。此举看似冒险，实则有惊无险。
如此一来，梅花内卫势必会来到青南城，到时候我便将他们化为己用，引他们与北清一战。等他们到了青南城，就算发现自己被利用了，也不会丢下太子殿下不管，转头去刺杀紫元是吧？不过此次北秦倾国之力，就算梅花内卫武功高强，但这一战还是孤注一掷，凶多吉少。罗明熙，此战谁去都是死局，只有我能上前一劫。我还以为这局你让了我一次，但最终还是你赢了。能让你骆大人认输一回，也算是我毕生之幸。啊，这并非朝堂，你还是叫我骆明熙吧。小姐，收到一封密信，似乎是骆大人寄来的。骆大人，你看，子元，展信家，我一切安好，你且放心。寒夜行刑之前，我调回了毒酒，我虽已假死，侥幸逃生。如今我已在千月阁帮助下，以墨霜与冷北做了交易。将安宁带回了郡县城，你全力应战，切勿。洛明熙没有死。北秦军为何要前往郡县城？莫不是冷北要报复他？为安宁报仇的时机到了，全军尽力，随我前往郡县城。是。我第一次来这青南城之时，是来接8万阴魂回京。那时西北之上，兵马不在，只有这巨坑当中的累累白骨在等着我。那时我便想，我定会让这苍生永享太平。第二次来到这青南城，是听闻安宁死讯之事。当时我一路拼杀至此，可是直到最后一刻，我都没能替安宁复仇。第3次来到这青南城，是来跟你告别。寒夜，这余生我都不想再踏进这座山周围一步。好。子元，离开青南城吧。是该如此。不相见最好。子元，大敌当前，你要小心。你要好好的回到青南，看长似花开。西边无益，在战争结束之前，各尽职责。
不必再见了。